2026年1月14日的清晨，本該是泰國呵叻府西基縣尋常的通勤時刻。陽光剛掠過成片的稻田，帶着暖意灑向大地。一列從曼谷開往烏汶府的21次特快列車正平穩行駛，車廂裡載着195名乘客和工作人員，其中大多是趕着上學的學生和奔波的上班族。沒人能預料到，一場滅頂之災正在9米高空悄然醞釀，即將撕碎這平靜的晨光。大家好，歡迎來到星球熱點，國家大事從不缺席，輿論場中抽絲剝繭，聚焦獨家中國資訊。點讚、訂閱加小鈴鐺，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上午9點05分左右，一聲震耳欲聾的巨響驟然撕裂了鄉間的寧靜。一台正在中泰高鐵高架施工的巨型起重機毫無徵兆地轟然倒塌，沉重的鋼鐵身軀帶着巨大的衝擊力，精準砸中列車的第23節車廂，瞬間將車廂掀出軌道。金屬扭曲的刺耳聲響，玻璃碎裂的清脆爆響，還有乘客驚恐的尖叫，混雜成一片令人心悸的噪音。更致命的是，劇烈的撞擊直接引發了大火，滾滾黑煙迅速升騰，吞噬了變形的車廂，把人間煉獄的景象硬生生砸在了這片即將迎來高鐵時代的土地上。現場的慘狀，連經驗豐富的救援人員都忍不住揪心。倒塌的起重機像一把猙獰的巨斧，在車廂頂部砍出深深的凹槽，車窗玻璃碎成粉末狀散落在地，扭曲的鋼鐵構件死死卡住被困的乘客，有些人被壓在變形的座椅之間，有些人被甩出車廂，受傷的人們發出痛苦的呻吟，整個現場一片狼藉。幸存者道布凡亞事後回憶起當時的場景，聲音還帶着難以平復的顫抖。我當時剛想打個盹，突然感覺整個世界翻了過來，黑煙嗆得人喘不過氣，耳邊全是哭喊聲。我拼盡全力爬出來回頭看，車廂已經燒成了黑炭，再也看不出原來的樣子。這場與時間賽跑的生命救援從清晨持續到夜幕降臨，消防人員頂着高溫和濃煙，奮力撲滅明火，防止火勢蔓延到未完全損毀的車廂部分。救援隊員攜帶液壓切割設備、擴張器等專業工具，小心翼翼地切割扭曲的車體，每一步操作都格外謹慎，生怕一個不慎對被困者造成2次傷害。據統計，此次救援行動共投入救援人員300餘人，救援車輛50餘輛，所有人都拼盡全力與死神搶人，但悲劇還是沒能避免。隨着救援工作的推進，傷亡數字不斷攀升，從最初通報的4人死亡，一路更新到30死數10人傷的最終官方通報，30條鮮活的生命永遠停在了這個本該充滿希望的清晨，30個家庭因此陷入了無盡的悲痛之中。這場慘劇的罪魁禍首到底是誰？隨着調查的深入，事故的真相逐漸浮出水面。涉事路段隸屬於中泰高鐵1期工程曼谷至呵叻府段，由泰國知名建築企業意大利泰國發展公共有限公司總承包。事發時，該路段的工程進度已達 99.45%， 處於最後的收尾階段，眼看就要迎來竣工的時刻。而事故的直接原因就是施工方的違規作業和設備隱患，這兩個因素疊加在一起，最終釀成了這場無法挽回的悲劇。根據泰國鐵路施工安全管理規定，臨近既有線的高空作業必須避開列車通行高峰時段，在列車通過時需暫停所有高空吊裝作業，並且要設置有效的防護與預警措施。但為了追趕工期， ITD 完全把這些強制性規定當成了一紙空文，不僅在早高峰這個通勤人流量最大的時段違規開展起重機高空吊裝作業，甚至沒有和鐵路運營部門建立任何有效的預警聯動機制。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項目工程師向調查組透露，理論上這類交叉作業應該有物理隔離或時間錯峰安排，但現實中有時為了趕進度，就會抱着僥倖心理冒個險。更離譜的是，涉事起重機的關鍵固定裝置早已存在嚴重老化現象，零部件磨損程度遠超安全標準允許範圍。按照施工設備維護規範，此類大型起重機需
區每3個月進行一次深度檢修，但涉事施工方為了壓縮成本，長期未按規定開展深度檢修，僅進行了簡單的表面保養，讓設備帶病上崗作業。小編覺得這場事故根本不是意外，而是施工方僥倖心理和對安全規則的漠視共同種下的惡果。事故發生後，有不實言論試圖把鍋甩給中方，制造輿論誤解。這時候必須澄清一個關鍵事實：中國駐泰國大使館第一時間發布聲明，明確確認事發標段沒有任何中方施工企業和施工人員參與。外交部發言人毛寧也在例行記者會上明確表態，對事故造成的人員傷亡表示深切慰問，同時指出涉事標段由泰方企業負責施工，事故的具體原因正在調查中。這場起重機墜落的悲劇，讓即將貫通的中泰高鐵再次蒙上了一層沉重的陰影。作為“一帶一路”倡議和泰國東部經濟走廊計劃的重要對接項目，中泰高鐵承載的不僅是中泰兩國的合作願景，更是東南亞地區互聯互通的百年夢想。可誰能想到，這條全長約873公里的鐵路，從最初構想到落地實施，竟然跑了整整15年的馬拉松。早在公元3世紀，中國和泰國就通過陸地和海上2條通道互通有無，展開了密切的貿易往來。中國的瓷器、絲綢等名貴商品通過商隊和商船運往泰國，而泰國的象牙、香料、藍寶石木等特產也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到了上世紀90年代，泛亞鐵路的宏大構想被正式提出，中泰鐵路作為泛亞鐵路中線的關鍵組成部分，被寄予了厚望。它北連中老鐵路，從中國昆明出發，經老撾萬象進入泰國境內，最終直達泰國首都曼谷，再向南延伸，連接馬來西亞吉隆坡和新加坡，形成一條貫穿中南半島的鐵路大動脈。2010年，中泰鐵路的具體方案終於浮出水面，開始進入實質性磋商階段。2013年，中方與泰國總理英拉簽署了合作備忘錄，創新性地提出了高鐵換大米的合作模式。當時這個模式還引發了廣泛關注，讓人們對中泰鐵路的建設充滿期待。2017年12月，中泰鐵路1期工程曼谷至呵叻府的先行段正式開工。按照最初的計劃，這段全長約253公里的鐵路本該在2020年就建成通車運營，但現實卻狠狠打了臉，各種問題接踵而至，導致工程進度嚴重滯後。直到今天，1期工程的總進度也才完成45.65%，通車時間被推遲到2028年。而2期工程呵叻至郎開段雖然在2025年剛被泰國內閣批准建設，計劃2030年完工，但誰也不敢保證這個時間表會不會再次延期。反觀2016年才正式啟動建設的中老鐵路，僅僅用了5年時間，就在2021年順利通車運營。如今已經成為東南亞互聯互通的標杆項目，極大地促進了中老兩國的經貿往來和人員交流。同樣是跨國高鐵項目，同樣面臨着複雜的建設環境，為什麼中泰鐵路就這麼難產？說到底還是4個繞不開的坎兒。第一關是錢袋子的難題。中泰高鐵是個名副其實的燒錢大工程，建設成本極高。僅2期工程呵叻至郎開段全長約357.12公里，投資總額就達到了3413.5億泰銖，折合人民幣約738億元。對於泰國來說，這筆巨款不是一筆小數目，需要承擔巨大的財政壓力。第二關是政局動盪的拖累。過去10年，泰國的政局一直不太穩定，政權更迭頻繁，每一屆政府的執政理念和發展重點都不一樣，對高鐵項目的態度也隨之發生變化。第三關是技術和管理的分歧。雖然中泰雙方早就敲定中泰鐵路採用中國高鐵的技術標準，這也是基於中國高鐵的先進技術和豐富經驗做出的最優選擇，但在項目管理和運營模式上，泰方卻堅持要自己主導，不願意照搬中國的成熟模式，希望掌握更多的主動權。雙方在技術細節、運營方案、人員培訓等多個方面都存在不同的看法，需要反覆溝通和磨合，磨合的時間越長，項目的推進速度就越慢。第四關是徵地拆遷的老大難。鐵路建設沿線涉及大量的私人土地，徵地拆遷是繞不開的一道坎。由於泰國的土地私有制根深蒂固，部分民眾對徵地補償標準不滿意，不願意搬遷，甚至出現了抵制施工的情況。泰國政府在徵地過程中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和民眾協商，協調各方利益，這也嚴重拖慢了工程進度。儘管前路坎坷，困難重重，但中泰鐵路的戰略價值卻是誰也無法否認的。
小編真心希望這場用生命換來的教訓能讓所有施工方和監管部門真正重視安全管理，築牢安全防線，也期待中泰鐵路能早日擺脫困境，在確保安全和質量的前提下，加快建設進度，早日實現全線貫通。畢竟這條鐵路承載的是兩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不該被一次次的意外和拖延磨滅了本該有的光芒。好了，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關注我的頻道，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